a Slant Lab original series.你有没有想过，在 WWR 的世界中，充满神秘与狂热的非洲大陆上，究竟会活跃着怎样的机器人？而在那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那么，这期要降临的是简称为 AD 的 African Defense， 代表的就是这款机器人隶属于非洲防线，而 Heavy Brembo 重装布兰博指的就是这种经过火力强化的装甲战斗机器人。不过，在介绍这款非洲防线的重装布兰博之前，还是要了解一下这种名为布兰博的机器人究竟是什么。和上次浩罗德一样，布兰博也是罗斯柴尔德集团所设计生产的战争机器人，并且有着名为 MK1、MK2、MK2R1 以及 MK2.5 的4种变体型号。而布兰博这种机体，对于熟悉 WWR 以及 3A 的老铁们来说，肯定不会陌生。尤其是 MK2 的版本，肯定是各位收藏中最为常见的其中一款。但最早版本的 MK1， 相信还是很少听说过吧？那是因为布兰博 MK1 其实从未在 WWR 的原作以及 3A 的玩具中出现过，相关的情报也几乎没有。但假如你有关注 Ashley Wood 的另外2部漫画作品 Popbot 以及 World's Best Robots， 就会发现存在着一款造型与布兰博 MK2 非常相似的机器人，而这款名为布兰布尔顿的机器人，在某种意义上也被大家认为是布兰博 MK1， 并且在2005年的 SDCC 圣地亚哥国际漫画展中，玩具品牌 Hypertribe 就曾推出过这款布兰布尔顿的不可动雕像。只不过对于这次的实体化， Ashley 并不喜欢，也不仅一次公开表示过，那是一款让自己感到不快的无爱产品，并承诺终有一天会在 3A 推出真正意义上的布兰博 MK1。 然而时至今日，这款全新设计的布兰博 MK1 终究还是没有面世。而关于下一代的 MK2， 连同被大家所诟病的变体版本 MK2R1， 也实在有太多值得说的地方了，后续将专门出一期影片来介绍，这一期就先简单说明一下。在 WWR 的早期战场上，布兰博 MK2 凭借强势的 AI 作战系统，与另外一款以精确且破坏力十足的 Large Martin 大马丁，为罗斯柴尔德集团以及使用他们的各方势力都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但与此同时，坊间要求加强布兰博 MK2 火力的呼声也是越来越大，而且造价不菲的大马丁确实也不是一般国家与势力所能负担得起的。面对如此庞大的潜在市场，罗斯柴尔德博士肯定不想就此放过，于是他为那些买不起大马丁但又希望在战场上能够拥有毁灭性武器的人，提供了价格更低廉但火力却更加强劲的布兰博 MK2.5， 也就是俗称的重装布兰博。为了更清楚地看到究竟强化了哪些部分，接下来会使用另外一款来自于亚洲防线的重装布兰博来说明。首先可以看到背后的柴油发动机变得更大，动力输出也达到了与大马丁相同的900马力，而头部的传感器列阵也从布兰博 MK2 的2个升级为强化后的1个，还有手臂也为了更好的操作专属武器被设计得更加粗壮。除此之外，这次升级方案中最具存在感的强化肯定就是这把巨大的 RPG 火箭炮了。可以看到它的长度几乎是重装布兰博主体的 1.5 倍，哪怕是在这款比例仅为1:12的亚洲防线重装布兰博上，也能感到强烈的压迫感。就不用说在长度达到惊人的 54.6cm 的1:6版本中，尺寸是有多夸张了吧。
但这还不是这把武器最厉害的地方。在现实世界中，简称为 RPG 的火箭推进榴弹是属于远距离攻击用的单兵肩托式仿装甲支援武器，通常一次只能发一击，无论是否命中，假如还要继续攻击，都必须得重新装弹。但重装布兰博所使用的这种 RPG 在设定上是一把可以视孔发射的重型武器，而且还是 WWR 的世界中第一款人工智能驱动武器。换句话来说，哪怕使用者瞄不准也没关系，这把 RPG 会自动修正一切命中所需的数据，让目标无处可逃。那假如 RPG 的所有弹药都被耗尽了，重装布兰博又该怎么办呢？不用着急，博士查尔的博士早就为你想好了。凭借布兰博系列机体的优秀兼容性与机动性，在无需额外改造的前提下，就能从重炮击单位轻易切换成可以使用各种武器的重型步兵单位，成为战场上的移动前锋，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如此强大的机体其实也曾卷入一个小风波中。在2010年 3A 推出最初的1:6重装布兰博时，发售的简报与其他资料上都提及它的型号为布兰博 MK2.5， 但在产品出货后，玩家实际收到的包装上却印刷着布兰博 MK3， 并且类似的变动也出现在了 RPG 火箭炮的称呼上。当然，这很有可能是 Ashley 临时换了设定而已，毕竟他也经常这么做。但当时还是有位玩家重新跟 Ashley 确认了一遍，这才知道原来布兰博 MK2.5 才是重装布兰博的正确型号名称，而包装上的 MK3 无非是人为疏忽所造成的错误罢了。在了解完这些重装布兰博的基础情报后，接下来我们将踏进世界机器人大战中最为暴力也最为激烈的非洲战场，尝试还原非洲防线的真实身份。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款重装布兰博的前臂上印有 AD09 字样，这代表这款机体隶属于非洲防线09部队。而主体与武器上多处出现的虎纹迷彩，搭配非洲土著仪式上惯用的红、黄、灰三色，更是体现了将非洲独特文化、神秘美学与科技发展交汇的可能性。另外，在左肩处还印有着四周环绕白色边框的黑色十字架符号，这种名为巴尔干克鲁兹十字架的特殊符号，其实在一战与二战时期也曾作为德国的国旗标志，被广泛的使用在军事装置的涂装上。但是这款远在非洲大陆上的机体，又怎么会是属于在地中海另外一端的德国呢？德意志非洲军是二战时期由纳粹德国组建并派往北非战场的一支远征部队。刚才左肩处的巴尔干克鲁兹十字架就正是这支部队所惯用的标识之一，所以这里也可以推测，非洲防线的原型也有可能就是德意志非洲军。除此之外，在左肩上还有着另外一个特殊符号，这个由4段白杠所组合而成的为闭合正方形符号，虽然不知道准确的来历，但只要将特定的几个点连起来，就能得到一个形似万字的符号。而事实上，万字符号的使用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1万至1万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当时代表的是太阳在天空中移动的含义。而到了公元前2世纪，也开始作为宗教用途来使用，成为了印度教、佛教等宗教中代表神圣与吉祥的符号。在步入20世纪之后，德国纳粹党则将这符号与极端种族主义联系起来，并引用到纳粹党的党旗以及后来纳粹德国的国旗上。万字符号也因此被强行赋予了死亡、恐惧以及杀戮等负面含义，也使得这个起源古老的符号被蒙上永久性的意识偏差，并成为了一些地区的文化禁忌。当然，这个由4段白杠所组成的符号并不一定就是指代纳粹党，毕竟这也是基于德意志非洲军的设定所做出的推测而已。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非洲防线的存在也表明了有一支德国的军队
出于某种目的人在境外作战，而这目的究竟会是什么呢？在这款重装布兰博的左胸甲处印有一串德语字样，完整翻译为中文是为了自由，不惜任何代价。而且根据 Ashley 所透露的设定，可以知道非洲防线这一势力其实是属于火星同行者的阵营。这样一来，主体装甲上醒目的白色断手图样，或许就是对引发战争的地球联盟以及这场不必要且没有意义的战争的一种蔑视了。又或者是想表达愿意为了自由，不惜一切代价去帮助火星势力赢得或者停止这场战争的决心。但无论是哪种猜想，至少在 WWR 的世界中，德国以及非洲防线都不再是二战时期那个邪恶的帝国以及爪牙了。说到这里，我们会发现这款隶属于非洲防线的重装布兰博，即使只是2011年的一款普通零售版产品，但在很多小细节上还是可以感受到 Ashley 为了让设定更加真实可信，花费了不少心思来构想。而这种与现实世界看似遥不可及又近在咫尺的距离感，相信也是大家会如此喜欢 WWR 的原因之一。另外， WWR 的世界观设定确实引用了一部分一战以及二战的历史元素，但并不直接指代现实世界中的是非对错。毕竟历史是历史，架空故事是架空故事。正如 Ashley 也曾多次表述自己是反战、反纳粹的和平主义者，所以大家都应该更理性地对待 WWR 这部艺术作品，切勿对号入座，也切勿误读误传。不过说到这里，这次机械降神也即将结束了。除了这次介绍的布兰博之外，你又对什么机体或是势力感兴趣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说不定下次降临的就会是它。这里是边锋收藏家，我们下期再见。